大商国，朝歌嘛，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！商国的王啊，终于见到您了。哎呀，好累呀！这双脚已经连续走了30日的路程，没有一刻停顿过。只为传达一个讯息给王您，一个来自天的讯息。这是神谕，请王您一定要注意。说吧。大商国600年来侍奉众神，功劳不少，但自王您继位以来，似乎略有不足啊。众神也开始怀疑您侍奉神的决心了，不过还是可以补救的。这里标示着新的采掘地点，王啊，请您尽力点儿，照着办吧。又要挖新的洞吗？我们每年已投入数以10万计的人力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新的劳动力供众神差遣？这倒也是，大商国或许已经没有劳动力了，但西方的周族、北方的羌、鬼和行等，他们当中有很多尚未归化。那么天的旨意是让我讨伐诸国，将他们的资源收为己用。王的勇武天下无双，若率大商国10万雄兵，定可一举扫荡四方诸国。众神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陈唐以来，我的祖先30代都为众神效力，任劳任怨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我倒是很不明白。我倒是真糊涂了。人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吧？大王的祖先恪尽己任，每一个都做得很好。难道大王要违背祖宗的遗训？祖宗不祖法，我有新的规矩。商族人已经厌倦了侍奉神，用你的双脚再走30日路程回去，告诉天。王啊，您不该这样做。天是不容冒犯的，您现在回头，仍然可以做天下之共主，否则在您面前只有绝路。众神来讨伐我吧！
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号召天下各族讨伐逆天而行的商纣王，双方血战连场，商帝节节败退。周军以锐不可当之势，直扑商都朝歌。恭喜您呐，武王！成就大业之时就在今夜。您顺从了天的旨意，讨伐叛逆暴君，彰显人间正气。神谕宣明，攻城之日，将赐您名为天子。既已让世人知道武王的美德。天子，我只不过即将取代纣王，成为神的仆人而已。周族的勇士们，我们走过千万里路来到朝歌，世上最富饶之地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眼前，只需要再走几步，就可以用手抓住了。我们该怎么做？商人的所有东西，统统抢过来！家财，霸占我们的女人呢？都是王惹的祸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啊！王不得好死，他一定不得好死！我们打开所有通道，欢迎周兵进来杀王！走！父亲，看吧，为了不让他们做奴隶，你不惜与神反目，但他们反而诅咒你。你的人民喜欢做奴隶，犯不着你多管闲事。这里越来越乱了。看来不能逗留。哎，你不是王的儿子吗？我在市集中见过你的样子。王的儿子在这里，抓住他！可恶！献给中国！好，献给中国！我要他的头！抓住他！你们别过来！这个我先看见他，我先看见他！给我！我要他的头！我要他的头！抓住可以了！抓住他！住手！别跟我抢！大叫大嚷，抢夺一个孩子为自己保命，觉得羞耻吗？你们要讨好周兵来绑我就行了。吴庚，我吩咐过你留
留在母亲身边。我是商族一员，不能待在家中等死。我也可以一战。连几个老弱乡民也应付不了，凭什么一战？立刻给我滚！吴更王子，朝歌大乱，夫人见不到你的话，必定非常忧虑。快回去吧。后会有期了，王子。这些人的眼神好奇怪，完全没有一点畏惧。父亲也是一样。父王是笨蛋，你们全是笨蛋！与儿子诀别，也不多说一句吗？你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或者，也不是一个好的王。这是王的弟弟。这个家伙8年前放弃争夺王位，流浪到国外，成为天下知名的顶尖剑士。他就是传说中杀过神的人。你果然回来了，子羽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，与我并肩作战。或许我是回来杀你，将你的人头作为礼物送给众神。你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你和我一样讨厌神。你果然一点也没变，你会死的。哼，害怕的人早就走光了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去吧。朝歌快要陷落了。若命运如此安排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对今晚即将发生的事，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。子羽，很高兴此时能再见到你。这几年你过得如何？现在，我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拾荒者。什么拾荒者？是闻名天下的大剑士才对。朝歌城里传颂着你的事迹呢。你当初不告而别，王和我都很挂念你。我知道这边的消息后，便立即回来了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周兵携众神的助力，向我们狂打猛攻，将士们快抵挡不了了。你说的对，朝歌可能会陷落。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情势，众神要的是王，我可以带你走。不，我会留下。他死，你也跟他一起死。是的。我很羡慕他，真的，我会尽全力助他。谢谢你，但不要抱什么期望，这是九死一生的战斗。外的抵抗已经瓦解，据说商纣身边只剩下少数武士，大局已定。今夜之后，天下就是武王的了。怎么现在还不见神族前来？武王大可安心，只要时机需要，他们一定会出现。
毕竟他们都是受命于天，要助武王完成伐纣大业的。就这么一点人，商纣竟然还敢杀出城！好，快杀个痛快！射杀他！弓箭队准备！包围他！狂妄的纣王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错，神是不可冒犯的。我今日来就是替天行道，诛杀逆天无道之王。什么是天意？天要剥夺我的人性，我就要杀天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不是为了做奴隶而来到这世上的。你不会有机会的。武王姬发，你不必出手。这个人是我的。来了吗？天的旨意是时候要执行了。商纣，接受你的命运吧！可怕的压迫力，这家伙并非神族的杂兵，就是你了，全身暗红的大神。什么？好强大！怎么了？竟然连王爷！这就是神与人的差距吗？不堪一击！胜负在一瞬间已经决定了，压倒性的力量将纣王连同伤兵的斗志一并摧毁。幸好我们不是他们的敌人。这是必然的结局吧？纣王明知不可为，当初又何必勉强？没想到会是您呐！天监六部中号称最强的斗部天魁，由您出手的话，一下子就解决了呢。这次讨伐，天非常重视，所有高阶神族都来了。哦，您指的是六部其他大神？不止。难道？
巨物正在接近。以前与伤兵交战，从未见过这种场面。这到底是……不是真的吗？那是……只有天才能驾驭的远古神兽，那么说，连神族之主也亲自来了。娘亲，五哥，你回来了就好了，我正在担心你呢。整个摘星楼里面都没有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们是因为怕死都跑了吗？是我叫他们离开的，这里已经不需要任何护卫了。过来这边。娘亲，这个庞然大物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龙。传说自混沌初开，它便已存在这世上，只有神族之主才能差遣它。看来这次攻打朝歌，连天也亲自到来了。天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所认识的天一向不会介入凡人的战争，他鄙视人类的弱小，厌恶人类的自私贪婪。他视凡人如蝼蚁，除了加以奴役之外，人类在他心中根本毫无价值。我没想到他会亲自出手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只有一个原因。他知道，你父亲是与众不同的。父亲？他怎么可能赢得了神？每到最后一刻，我们不可以放弃。众神，甚至天，也并非不可能战胜的。你父亲就是知道这个事实，才会毅然反抗。这水里面，这些景象，那是朝歌城外的战斗。转动坛子就可以改变角度。好奇妙啊，娘亲，你是怎样做到的？这是空识界神力。神力？我本来就是神族一员，不过我所爱的人是凡人。8年前，当我遇到你父亲之后，就选择了背叛神族。这个秘密我不能向任何人说，因为神族有严厉的规则。我的身份若被凡人知晓，将会受到可怕的惩罚。今天，我会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你。我在神族中的本名叫新月狐。我和姐姐都是天剑6部中的斗部神众。我在一次偶然情况下遇到你父亲，他一向讨厌目中无人的神族。不过，我让他慢慢明白，神族中也有思想不一样的成员。之后，我跟他回到朝歌，以凡人的身份生活。
全心全意地爱他，支持他。这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娘亲，你竟然是神，怎么我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呢？我把所有的神力隐藏起来，以免被其他空世界神力者发现。就连姐姐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事情。你父亲和我商议，决定暂时不告诉你这件事，因为你年纪还太小，这也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哼，不要说笑了，娘亲，你们就要害死我了，还说是为我好。五哥，你们一个是神，一个是王，做你们的儿子，不是应该无忧无虑的吗？怎么现在反而死到临头了呢？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那些奴隶。众生是平等的。你父亲年少时经常与民众一起劳作，对他们的疾苦体会很深。天指示他讨伐诸国，做天下共主，但却被他一口拒绝，因为他不愿再代理神族奴役众生。那是因为他蠢。做天下共主有什么不好？总好过现在做丧家犬。民众本来就活该。刚才差点被他们绑去送给周兵。你对他们好，哼，他们可不会信你。这样的垃圾寄生虫，吃苦才是天经地义的。五哥，不可以这样说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父亲今日为何而战。哼，笨蛋父亲，笨蛋娘亲，你们全是蠢材。你们两个蠢不要紧，最无辜的就是连累了我。作为一国的王子，父王100年之后，我本来是要继承王位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怎么会这样倒霉啊？我是这世上最不幸的王子啊！五哥，别烦我，我不要再和你说话了，想起来就生气。你们两个自作主张的事情，就决定了我的命运，太过分了！还说要我看他的战争，有什么好看？我就是不看，不看！反正下面这些猴子全都吓呆了，真是好玩，笑死我了！这些无知的猴子实在太难看了。我觉得他们很可怜。同情人类，只是一群既贪婪又愚蠢、自私而又野蛮的猴子。最糟糕的一点是，他们很不忠心。我们神族给了他们不少好东西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懂得满足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。明知不可能赢，还要挑战我，实在太奇怪了。我可不介意，反正我喜欢玩游戏。天魁，不许你再出手！转瞬间就把他们杀光了。一点儿也不好玩。天正在看着你，若你虐杀凡人的话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哼！别用天来压我。宠物不懂规矩的话，主人就有权狠狠的惩罚。今天对这些猴子仁慈，明天其他的猴子们还会造反。天已经默许。对下面这些猴子，我们可是为所欲为。够了，开始吧，我等得不耐烦了。你们去吧，但不要算我，我一向对这些事情没兴趣。你错过了大好的乐趣呢。猴子们，做
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惩罚的哟。你们的噩梦又开始了，先来一个轻松一点的开场吧。周族的将士马上后退！这瘴气有剧毒，在商军攻溃以前，要尽快为他们解围。大剑士，我来陪你玩一玩。我喜欢强大的猎物。听说你杀死过我的同伴是怎样办到的？让我看看。说到剥取人皮的功夫，还是你最好。鬼木，给我多弄几副。我的皮革大衣最近破损了，拜托了，我可是只穿人皮，兽皮令我浑身不自在。还真挑剔，那你没办法。稍等，我挑几副更好的人皮送你。别说我这个兄弟不够义气。这些家伙谈笑间戏谑杀人，手法残酷至极。他们是要所有人明白，这就是反叛神的下场吗？天的旨意是不可以随意虐杀凡人，因为你们是重要的劳动力。不过今日对抗伤兵是个例外，你们都是该死的低等凡人，因此不用偷偷摸摸的干，可以玩个痛快。看你们痛苦呻吟的样子，真是乐趣无穷啊！这个还很有精神呐，十分强壮，毛发相当的细致，应该是一副好皮。那就他吧，收到。表演剥人皮嘛，这个我没兴趣。反而你现在的惨叫表演更能吸引到我。你们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吗？玩得很高兴。可惜，我得告诉你们，游戏时间结束了。天，在哪里？就在那边吗？我要去。你要去？是的。无论有多艰难，总有一日我要到那里去，亲口对天说，我们不再做你的奴隶。父亲，你的梦想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有我。现在，给我哭吧，神！这家伙为什么会？不是普通的猴子吗？竟然能够在大神的重击之下生存。我的一拳结实地击中了他，但他竟然毫发无伤。从这个凡人身上感觉到一股奇怪的气息。
凡人，猴子，为什么？你应该已经死了，不可能还活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吃了一惊，哼，是你们太高估自己了吧？神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会将你们身上的肉一块块削下来，你们会惨叫哀求。竟敢侮辱我，侮辱神！你等猴子，你将会后悔莫及！地藏界神力，夺皇！鬼木的毒皇会将他吃得连骨头也不剩。咬死他！他被包围了，逃不了了！不可能，竟然突破了毒皇的包围！鬼木，小心啊！其实是神族之人，能够对抗毒皇的，也只有6部几位大神而已啊！这家伙到底是……就是这种叫声。继续。看来神族的生命力的确很顽强啊！再来！神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，商王绝不给他致命一击。还有这个大神疯狂嚎叫，是要他尝试被折磨的痛苦吗？他在玩弄神啊！不可思议！强敌环4下，竟有胆量做这种事。大神的哀叫回响在整个朝歌战场，在所有人面前摧毁神的尊严，对神施以侮辱，是要传递讯息给我们吗？有此理，我竟然会死在一个凡人的手上！
会使出真正的本领，将它全部释放出来吧！这是神力，一种非常古老的神力。间中，被你们发现了吗？那么，哇，厉害啊！这铠甲正在改变形态，好像是活的。不错，它的确是有生命的。在这套铠甲里，寄宿着一头曾令天都感到畏惧的神兽。看到了吗？这个猴子身上散发出的神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极，神族中有一个传说，600年前曾经有一场惨烈的战争，天与一个可怕的远古神兽作战，最后几经艰苦之下杀死了他。不过，据说这头神兽的灵性是不灭的，只需要一点灰烬，就能再次浴火重生。它的名字好像叫不死鸟。不死鸟。我本来对它所知不多，它与大商国先王成汤之间有着一段渊源。这是我来到朝歌之后，你父亲才告诉我的。600年前，成汤伐夏，大军路过西岐，遇到被天所伤、奄奄一息的不死鸟。成汤心生怜悯，决定救他一命，让不死鸟之魂栖息于自己身穿的铠甲之中，分享精血元神。这之后，他们成为了出生入死的知己，而成汤也在不死鸟的暗中帮助之下，顺利战胜夏人，建立了大商国。成汤死后，这副铠甲一直封存于王室的地牢之中，只有成汤的后人才有资格进入。历代商王皆视之为禁忌，他们都害怕众神知道不死鸟的藏身之处，招惹大祸。你父亲在10岁时初见这套铠甲，如同当年的成汤一样，他发现自己竟然能与铠甲内的不死鸟沟通。就这样，他成为了继成汤以后第2个愿意将生命分享给不死鸟的人。出来吧！等更新太累，扫一下这个2维码，关注5更季官方微信，同名正版漫画免费看，提前预知精彩剧情，我在微信等你哦。